2025年7月，因无法忍受征兵中线的骚扰，不少乌克兰民众主动联系俄军下单滴滴代炸，并贴心提供轰炸坐标。卖无人机的钱不够，大伙就集资拼好炸，就这还是不太够。大毛表示：“哎呀，都哥们儿，差的我帮你补。”7月22日，泽连斯基签署法案，取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及反腐败专门检察院的独立性，将其置于由小泽任命的总检察长之下，理由是这俩通俄。随后，欧盟表示强烈谴责，并暂扣对乌援助。2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得知自己身在俄罗斯的老父亲身患重病后，火速汇款100万卢布，将其送往莫斯科治疗。大家好，我是正在戒酒的星辰 UP 主新人。前段时间，趁着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风光大葬的关口，我聊了一期俄罗斯的泄密腐败、军工考古的大戏，评论区可谓相当精彩。本着雨露均沾，以及证明我没收川普和小泽的 dollar、卢布、比特币，今天咱接着再聊乌克兰。提到乌克兰，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白宫硬核要饭的总统小泽，还是街头随机挑选幸运儿的征兵视频，亦或是抽象不断的国防部长？之前俄罗斯那期咱们聊过，毛子属于是机密档案畅通无阻，装备科研全靠考古，后勤装备纷纷贪腐，阵亡将官数不胜数。好在隔壁乌克兰青出于蓝。经过数天调研，我发现乌克兰军队目前的问题简单概括有3：军事上偏弱势，导致缺人、缺钱、缺装备；欧美爸爸送钱送装备，又触发的多副综合症；再加上国内专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治国理念。首先是缺人问题，好消息是他们没那么多钱，所以没法像美国国防部拍出我有2个妈妈的史诗级招兵宣传片，也没法像戴英那样花1.13亿英镑建征兵网站。坏消息是，乌克兰的方法比较抽象。为了 make 乌克兰 great again， 今年6月，利沃夫发布的最新征兵广告，标题为“一名老兵回忆过往，2062年，乌克兰已加入北约、欧盟”。好，饼都画40年后了是吧？内容也是相当科幻啊。首先就是给普京电子出殡，说他战争结束3年后就去世，玩了一手赛博扎小人儿。后面整一堆 AI 生成镜头我就不说了，剧情更是堪称最乌幻想。一句话总结：2062年。乌克兰有了航母、舰载机，加入了欧盟，全家人幸福的在利沃夫度假。怎么说呢？各国征兵广告要么宣传待遇，要么展示实力。就连老美的我有2个妈也是强调主角获得历练，哪有征兵直接给人喂饼拉人舔线的呀？另外，你画饼就画吧，但反正都是编，至少脑洞开大点啊！都2062年了，40年后的梦想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入北约当小弟。这追求只能说这辈子有了。还有啊，梦个舰载机还是 F-18，美国退役军火回收是吧？更点中点的是最后整了个经典黑白配啊，黑人女婿，这我真没绷住啊！好家伙，浴血奋战就被这，确定乌克兰青年看到后不会跑俄罗斯当兵呢？当然了，广告不重要，征兵还得看疗效。为了以征代辅，两难自解，乌克兰国防部迅速想出了更适合乌克兰宝宝的征兵体系——抓壮丁。关于乌克兰征兵官开着宝宝巴士当街大辩护人的视频，想必大家都不陌生。2024年4月，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征兵年龄下限从27岁降到25岁。但据美联社的说法，这还不够。白宫曾督促小泽将征兵年龄降到18岁，以便迅速扩大军队规模。这不，今年2月，乌方长又批准了招募18至24岁年轻人参军的激励计划，自愿签订服役合同，立项约2.4万美元年薪。
金、免试上大学以及0%的抵押贷款等优待。这套组合拳成功为抓壮丁打牢了理论基础。按理说国家有难保家卫国，这没毛病。问题在于，由于管理混乱，各种征兵的离谱传闻更是层出不穷啊。2023年1月，一乌克兰盲人男子对着镜头展示自己收到的征兵传票，要求这位双眼失明的残疾人立即到当地征兵办报到。对，你没听错，盲人。2月，基辅州布罗瓦里的市政委员会会议期间，征兵人员直接闯入，向包括市长在内的官员发放传票。2024年，又传出要将大学考试不及格的差生开除送前线，甚至在著名摇滚乐队演唱后，征兵官闪击基辅体育宫，拦截散场人流，挨个登记。此外，乌克兰街道、餐馆、酒吧、音乐厅、检查站、购物中心等日常活动场所，征兵官无处不在。别急，还有高手呢！就在今年5月，乌克兰取消了体能受限无法服役的条款，同时调整征兵动员清单，将结核病、病毒肝炎、艾滋病、肿瘤、轻度精神障碍、中重度双侧耳聋等患者视为完全健康，允许入伍。总之，只要你能喘气儿，就满足服役要求。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没法子，缺人嘛，太缺人了。但众所周知，征的兵越多，前线消耗越多，前线消耗越多，征的兵越少，所以征兵越多征兵越少。英国国防研究所专家表示，大多数乌克兰新兵能接受5周训练就已经很幸运了。相比之下，二战英国的新兵训练时长是22周。而据《纽约时报》采访的一批逃兵役的乌克兰男子描述，他们不完全反对参军，甚至会向军队捐款，反对的是单纯把人送上前线毫无意义的去死。甚至早在2023年，乌克兰前线甚至就出现了残疾人、患有唐氏综合症和智力障碍的军人，这让我想到了钢铁雄心4的一项征兵法案，榨干他们。把这些人送去前线能干嘛呢？这也是为啥乌克兰人要联系俄军轰炸征兵办，毕竟谁也不愿白白送死。什么每日邮报说乌克兰亚速营正在训练一名76岁的老人，好吧，那当我没说。一支现代军队光有人肯定不行，毕竟总不能真拿烧火棍上战场嘛。咱之前吐槽过俄罗斯装备的考古是科研，当然了，这些问题在乌克兰根本不存在，毕竟即便他想考古，古也已经连渣都不剩了。继承了苏联约35%军工家产的乌克兰，现在是个啥情况呢？曾经的欧洲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为苏联海军造出包括9艘航母在内的1000多艘战舰的黑海造船厂，2018年因乌克兰经济不景气，缺少订单，在拖欠员工数年工资后破产倒闭。2019年，曾为苏联造出的 T-34、T-64、T-80等功勋坦克的马雷舍夫工厂，同时也是乌克兰最大坦克制造厂，在从事多年坦克报废工作后陷入破产边缘。好消息是他撑到了俄乌冲突，有钱了；坏消息是他被炸了。还有号称天空巨无霸的全球最大运输机安225，一架因资金缺乏压根没建完卖了废铁，仅存的一架还在2022年毁于战火。同年，还有继承自苏联的乌克兰最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厂马达西奇出售未遂，被收归国有。而此前工程师早就跑空了。前苏联最大导弹和运载火箭设计制造单位现乌克兰南方机械厂也是同样结局。可以这么说，苏联留下的家产从重装备到制造厂基本被这败家子儿霍霍了个干净啊！乌克兰资产空虚到几乎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成语子虚乌有的来源。也难怪小泽能为了装备援助的事儿跟川普在白宫吵一架，这戏剧程度改编下上春晚也行啊。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那我先说。好。我叫小泽。我叫川普。我47。我75。我买飞机。我造航母。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债主。下辈请坐，请坐。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哎，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昨天鼓动大家买股票，今天加关税，明天降下去。谢谢。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那谁先说？我说吧。啊，我有准备啊，准备好了啊。
川黄新风吹满地，股票捞完又炒币，美国上下齐抗议，一看东大没咋地。谢谢。这是首诗。该我了。哎，那急性。突进突严打进门，全国抵抗都精神。白宫那旮瘩挺闹心，川普当面欺负人。谢谢。哎呀，大叔说大好形势。大家好，川黄不得了，关税大丰收，移民被赶跑。国会议员起立，掌声山排海倒，尤其大美法案更是经济法宝。国外比较乱套，成天让我烦恼。今天内阁下台，明天总统被炒，欧洲不涨军费，小泽又把钱炒。纵观世界风云，美帝霸权不倒。作业。虽然宣传全是画饼，前线略有吃紧，征兵落人画饼，军功颓败泡影，但基辅的老爷们在捞钱这上面可谓是旺仔小乔开演唱会，见不得人呐。2022年开战之初，由于弹药紧缺，乌克兰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小型弹药制造商签订了4900万欧的炮弹供应合同，并果断打去1710万欧预付款。嘿，您猜怎么着？至今不仅一颗炮弹没交，货款也打了水漂。最后查出来，这家公司居然连出口运输弹药的认证都没有。而据英国金融时报爆料，自开战以来，乌克兰起码有7.7亿美元的军购订单是付了钱，但没收到货。7.7个亿呀！这钱你给蜜雪冰城都给你做出来了，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是2022年，乌克兰国家军火经纪公司找苏丹购买迫击炮弹，付完钱发现卖方是俄罗斯瓦格纳集团。今年6月，一家乌克兰制造商为了大规模生产赚钱，决定偷工减料，导致12万发不能爆炸的劣质迫击炮弹被送往前线。军方和质量控制官员还帮忙伪造记录，掩盖缺陷弹药。这就是斯拉夫人的松弛感，你就学吧。制造商如此，国防部也不甘落后。2023年，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辞职，此前他的2位下属以市价的2倍购买军粮，而他本人则涉及一项2000万美刀采购冬装的风波，过程也是相当抽象，拒绝中国厂家的货，选了个土耳其供应商，最后发现到手的是夏装，面料重量只有中国供应商的1半，合同价还是正常价的3倍。另外，国防部高官与利沃夫兵工厂的 CEO 何某侵吞购买炮弹的4000万美元公款后，将资金转移国外。还有1月，乌克兰军队首席精神病医生被拘留，罪名是非法致富。这哥们儿自2022年开始收钱，帮人批发免服兵役的精神病证明，累计获利超100万美元。要说捞的最狠的，还是前面提到的征兵官。2024年6月，赫梅利尼茨基州医疗委员会负责人家中搜出近500万欧现金，并发现奥地利、西班牙和土耳其有多处房产。此人的业务主要是帮人伪造残疾文件和虚构医疗诊断来逃避兵役，堪称赵德汉现实版。我1分钱都没花。相比之下，敖德萨征兵官鲍里索夫就更聪明些，伪造残疾文件多麻烦，直接在动员名单把客户名字划掉不就好了？靠着这一高超手段，他在2022年就以450万欧全款拿下西班牙一栋度假别墅，并将家人送出国外。此外，同行们再接再厉，与后勤部官员紧密合作，为客户提供从武器采购到伪造免服兵役证明，再到逃往国外的一条龙服务。直到2023年，小泽一怒之下将所有征兵办负责人全他娘解雇了。眼看如此赚钱，此时的乌克兰可谓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啊！民间大神陆续加入战场。2024年10月，乌克兰安全局在哈尔科夫捣毁了一个13人犯罪团伙。该团伙帮助400多名男子使用假残疾证逃避征兵动员。哦，对了啊，这些人只是中介，证是真的。核心科技是当地市医疗委员会负责人及其几名下属以2000至5000美元荣誉出品。好，士兵训练少，装备全靠讨，高官贪污高，个个都在捞。就问你，跟这样的重置在一起，怎么能打好仗呢？最后则是乌克兰层出不穷的战略失误，咱们以点带面。2022年，在兵围基辅的重要
关口，乌克兰内政部宣布，任何乌克兰公民只要证明他确实在为保卫乌克兰而努力，都可以去警察局获得武器。啥意思呢？想要把冲锋枪，不用任何文件，直接来句荣耀归于乌克兰，就可在武器仓库提货。甚至乌克兰国防部当街给平民发武器，武装平民的同时，基辅还宣布释放有作战经验的重罪犯，只要他们同意拿起武器对抗俄罗斯人。试想下，如果你领了枪会干嘛？跟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打治安战？别，我可不想死啊！直接抢劫多方便。果然，首都基辅趁乱抢劫的人群飙升，这哪是让人民战斗啊，这是国不零元购啊！另一部分人则选择把枪藏家里卖给黑市补贴家用，这可苦了隔壁波兰喽。整个2022年，波兰边境就查获了8300件非法走私武器。波兰内政部副部长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0月，乌克兰超57万件武器丢失，不仅涉及枪支，还有15门火炮，包括美国毒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英国轻型反坦克武器在内的250枚便携式导弹，送去前线的士兵待遇一般，对已经阵亡的乌克兰的善后工作也不遑多让。2025年6月，俄乌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交换6000名士兵遗体的计划。据乌克兰的说法，交换战俘和士兵尸体这俩不挨着。之前呢，双方会谈只同意交换重伤员和年轻士兵，没有确定什么时候遣返士兵遗体。结果俄罗斯直接将大量乌军士兵的遗体用火车送到边境就地等待，乌克兰则拒不收货，还呼吁俄方停止玩弄肮脏的游戏。为啥送上门的士兵遗体乌克兰不要呢？因为接受遗体意味着承认阵亡人数，且确认还必须给抚恤金。接受6000具遗体意味着额外支出217.5亿美元。新闻不乏基辅逃避支付抚恤金，乌克兰停尸房超负荷运转，乌军不回收战友遗体的报道。好家伙，抓壮丁就算了，抚恤金也要上。既然这样，乌克兰军人表示，那我懂了，几百块玩什么命啊？点中点如155机械旅，这支部队在法国训练，装备德国豹2坦克和法国凯撒火炮，被马克龙盛赞为基辅与巴黎紧密合作象征的精锐部队。2024年在法国训练时直接开润56人，等今年回到前线后，155旅再接再厉，一枪没放就跑了1700多，连旅长自己都跑了。这波是得到法军真传了，属于是啊。别急，还有高手呢，前线打得一团火热，后方在干嘛呢？打政治斗争。小泽曾经说，乌克兰有全欧洲最复杂的反腐体系，这一点说的确实是实话。2014年后，在欧美的帮助下，乌克兰搞出了4套独立反腐机构：国家反腐败局、国家预防反腐败局、国家反腐败专门检察院、国家最高反腐法院，填补了欧洲没有3场1位的空白，大明正统在东欧了，属于是啊。而这4个反腐机构分属欧盟、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本质上是操控乌克兰的遥控器。而这次被小泽以俄谍为由取消独立性的反腐败局和反腐败专门检察院，由欧盟主导成立的。对了，此前调查拜登小儿子在乌克兰不法交易的也是他俩。而这次小泽突然出手的起因是此前盛传这2大反腐机构正在调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还传出密谋换掉小泽，结果被先下手为强，用的理由还是通俄。事发1天后，欧盟表示强烈不满，威胁削减队伍援助，暂停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一水的新闻甚至直接将小泽开除出民主斗士行列了啊！更抽象的是，前线节节败退没有游行，大量失业，经济衰退没有游行。这次乌克兰人居然破天荒在基辅聚集了数千人游行，类似争斗并不奇怪。如继承克格勃的国家安全局与美国培养的情报总局同样不和。2022年俄乌谈判后，一名参与和谈的代表被乌克兰安全局当街击杀，理由是叛国，而此人正是情报总局的高级特工，不是我喜欢的特工，直接枪毙。故事的另一边，特朗普还在鼓励小泽转守为攻，以便迫使普京重回谈判桌。哎呀，我只能说总作高见。此处我有一联，上联眼盲艾滋听不见，都得填线。下联后勤军火征兵办，腰缠万贯。自2014年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严格下台流亡俄罗斯，此后乌克兰换上了全面亲西方的波罗申科。2019年再次选上泽连斯基，在这期间克里米亚危机、顿巴斯危机接踵而至，俄乌关系不断恶化，直到2022年冲突全面爆发。3年的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严重苦难。据联合国统计，
乌克兰超 1.3 万名平民死亡，约37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还有近600万人成为难民，遍布全球。20%的国土布满地雷和未爆弹药，成为2战以来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经济损失更是天文数字，截至2025年1月，总共欠款达1620亿美元，接近整个国家1年的 GDP。俄罗斯同样损失惨重，但谁能想到，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他们都曾在一个国家——苏联，都曾是并肩奋战的骨肉同胞。在过去20年里，亲欧还是亲俄，一直是乌克兰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2条路到底哪条正确？也许至今乌克兰人还没有准确答案。不管哪条正确，那些乌东战壕的无名遗骸都永远不可能知道了。2025年7月，乌克兰议会批准60岁以上男性在乌军服役，同时宣布扩军到150万。而去年，俄罗斯也早已经扩军150万。塞尔维亚有这样一句谚语：在战争中，政治家提供弹药，富人提供食物，穷人提供孩子。战争结束后，政客们取回剩余的弹药，富人种更多的粮食，穷人寻找孩子的坟墓。